大家好，本期呢，我们来聊一聊挪威的数字游民签证。那么，首先呢，我们先说挪威这个国家。挪威呢，它是在北欧啊，位于欧洲的西北部。它这个国家呢，它其实自然资源和风景啊都是很丰富的啊，高山啊、湖泊、森林、海岸线都很长。挪威呢，它其实在人类指数的话，排名的话也是非常非常靠前的国家。应该来说的话，应该一直稳居在前5位吧。挪威呢，它是全世界也是最富裕的国家之一。经济呢，主要是以石油和天然气为基础，这也是它经济繁荣的主要原因之一。那么，挪威的人民生活水平呢也非常高啊，教育和医疗卫生也都很发达。包括这个国家来说的话，它是一个非常充满活力啊，拥有丰富多彩的文化和传统。因为我们知道北欧有很多神话故事啊，很多神话故事都来自于挪威。首先呢，我现在打开的网站呢是挪威的一个官方网站啊，这个网址的话大家可以看一下。然后呢，它这边是有挪威版本跟英语版本啊。然后呢，我现在把它翻译一下。好了，我现在翻译成功了。它这边签证的话，它其实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数字游民签证，它是一个独立承包商啊，也不算是自雇签证吧。因为它跟那个普通自雇签证还有个区别，它就是要有合同啊，要挪威的公司的合同。这个的话，我感觉很多人可能这一关的话过不去啊。那么他这边的话解释说，哎，在国外公司工作的个体经营者啊，检查表啊，检查表的话就是说，哎，这个你需要带这些文件啊。那么首先呢，申请人呢要以下公民啊，这个的话中国是可以的。然后呢，就是非欧盟国家的吧，都可以啊，基本上啊。然后我们再往下看，那么关于这个文件类型的话啊，必须是挪威语或者英语的翻译件啊。然后呢，你在国外申请的话，跟国内申请的话是有所不一样啊。我说的国内的话是在挪威国内啊，在国内申请的话，它会有一些简化要求啊，比如说护照吧，这个肯定是必须的。那么你在挪威提交的话，哎，这个通常只需要出示护照并提交复印件，他只要检查一下你的护照，哎，跟复印件是不是一样，那就可以了啊。如果说你在国外提交的话，那你的护照寄过去了啊，护照跟复印件、原件跟复印件都要是吧？然后呢，你要取回来的话，你还要联系一下啊。如果说你中途要取回来的话，那是很麻烦的事情。那么还有签名表啊，签名表的话就是这个的申请表的签名表啊。那么你还有一个打印啊，比如说打印啊，如果在丹麦大使馆啊，这个就可能是少数现象吧。那么照片啊，这个的话做国外申请的话就要照片啊，这个应该也不是很大难题。那么还有就是住房证明啊，这个地址证明的话是必须的，无论办很多东西啊，办银行卡、办公司的话，基本都要电子证明是吧？这个住址证明，住址证明的话，哎，这个的话你要租一个房子啊，至少租一个房子。在挪威租房子的话，大部分地方还可以啊，除非就是那个叫斯巴瓦尔岛那地方，那比较麻烦啊。那个的话在北极圈里面的，建议的话啊，但不是必须在合同上注明公寓号啊，这个要写详细是吧？比如说这个多少单元啊，多少室啊。然后这个很关键一点啊，你和挪威客户之间的合同啊，这个合同的话。首先的话，我们先不说啊，这个合同的话，一般来说的话，如果说，哎，我看很多数字游民的话，他们都是那种有类似于这种咨询服务啊、技术服务啊这种合同的话，那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好了，或者说你网络营销的话，网络广告啊这种业务也是可以的，还有一些通信技术的技术支持啊，那也是很不错的啊。比如说这个合同的话，如果说关键是如何去获得这个合同啊，这个是最大难题。那么合同的话，这个要求的话就是必须记录这个合同关系的性质啊，清楚说明您将提供哪些服务和工作年限，说证明你的工资等于或高于技术工人的最低工资。这个合同呢，它首先来说的话，它不是一个雇佣合同啊，你是挪威客户之间，不是说一个雇佣者啊，所以说你跟那个合同的关系吧，它不是一个劳动者劳务雇佣的关系，它而且是一种提供服务，就是你是一个供应商啊或者销售商啊，然后他们买你的服务啊，这样的话是可以的啊，然后他给你的这个工资水平或者说报酬啊，要高于他们当地的技术工人的最低工资啊。那最低工资的话，一般来说的话，我感觉也不会太高到哪里去啊。本身的话，最低工资嘛，对吧？那么证明你是一个在国外建立业务的自营承包商的文件啊，这个的话，我觉得这个问题不是很大。比如说你在中国或美国注册公司、香港注册一个公司，然后你在国外开展海外业务啊，那是可以的啊。哪怕说实话啊，你做一些
服务器相关的技术支持，这种的话也是很好的啊。那么您的教育记录啊，这个的话我看了一些啊，就是关于挪威的一些办这种数字游民签证这些东西啊，基本上的话，它基本上都是要大学必上啊，大学以上的。虽然说它这边也允许说，哎，高中一级啊什么，你看这个就比较麻烦了，还有成绩单对吧？还显示教育持续时间啊、水平内容啊，这个就麻烦了。如果说没有大学学位的话，我建议这个就放弃吧啊。那么再下来的话就是工作经验的证明啊，比如说那个你之前有什么工作经验啊，或者说你之前是自己工作的话，那你要提供一些证明文件啊，证明你在这一方面的话是有专业的技能啊，而不是说你去年干这个行，明年干那一行啊，那不太好。那心血管的话，这个翻译不准确啊，它原来这个原文是 CV，也就是个人简历的意思啊，提供一份个人简历啊，UDI 检查表就是这份表格啊，并填写并签名啊，就是下面的啊。那么如果你在本国以外的国家，就在挪威以外的国家申请的话，那你要证明这个自己在呃也不是啊，就是你在自己本国籍以外的国家啊，就是你明明中国人在生活在日本的话，那你这样的话要提供这个在日本的这个合法居住证明啊，这个的话也是正常的啊。那么如果你在挪威申请啊，挪威申请的话，哎，这个还是比较好的啊，它可以在挪威当地申请啊，你旅游签证过去也可以申请啊，比如说哎那其他申根国家的居留许可或显示您何时进入挪威申根的文件啊。那么如果你有挪威的居留证，那什么东西都不用提交啊，那么就简单了，对吧？那么旅游签证啊，去申根区啊，然后再去挪威提交也可以的啊。如你从事的专业需获认可或授权啊，这个的话我解释一下，比如说有些专业吧啊，比如说电子工程类的专业啊，或者说特别是医疗健康产业，那从事这方面活动这种活动的话啊，那肯定是需要一些批准或授权的啊。那简单来说，哎，你说你是提供药物咨询啊，或者说一个专业的医疗的之类的，对吧？哪怕你是去做一个类似于东方的什么针灸啊、气功啊这种的话，你肯定要当地授权的。如果说不授权的话，你是不允许从事这种医疗服务的合同，对吧？那如果你希望代表啊，这个是委托书啊，委托书的话，相当于说别人帮你申请，对吧？那么如果你在申请居留许可的整个期间不打算在挪威停留的工作啊，等于说你要申请这个东西的，哎，居留许可的话，你申请下来了，你基本上要在挪威啊待大部分时间，对吧？你不能说你申请了之后呢，又不在挪威停留和工作，是吧？那么如果你要为不止一个客户工作，比如说你这个合同可能有好几份合同啊，那你这边要说明一下啊，这个的话我觉得问题不是很大。那么这个的话，你看它这本身的话加粗处理啊，这个文字也加粗了，标题加粗了，对吧？申请过程中居留证啊，这个你如果希望在申请处理期间啊，申请处理期间呢，比如说1个月的话，那你在这个月的话，你想在挪威工作啊，这个说实话一般来说不允许啊。现实中啊，警方很少给予这样的许可，UDI 也不给予这样的许可啊。说实话，就是基本上就算了吧啊。当然说啊，如果说你特别有情况的话，那你可以申请一下啊。那么整个的话，基本上就这样的流程啊。其实的话，这边的话写的还算详细啊，还算可以啊。但是主要的难点就在于这个，你要找到一个挪威的客户啊，挪威的客户之间跟你有个这个合同嘛，对吧？他给你相应的报酬，对吧？最好按小时计算的，这样的话，你可以证明自己的工资啊高于或等于技术工人的最低工资，这样的话就比较容易申请了。而且整个的话，难度的话，它其实也不算很难吧，但这只是说这个难点就在这个合同上啊，找到挪威的客户。那么关于挪威的这个签证的话，给大家分享到这里吧。